现在就这么多。周世腾在营业厅能随时向外围汇报情况。这样，把我和宏宇的手机线路串到一起。啊，小意思。把这返回点是不是？能用了。啊。哎，曲队，又要麻烦你了。哟，这不我老弟吗？你说，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人，什么人？一个有能力指挥和召集绑架团伙作案的人。我只知道他姓严。根据车牌跟监控的比对，基本可以确认被绑架人就是韦东。韦东除了是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中金昆仑集团的一把手。中金昆仑集团也是咱们区里的明星企业。集团？他们除了房地产，还做别的买卖吗？从工商调查结果显示，中金昆仑集团旗下有多个子公司，涉及文化、拍卖、建筑工程、运输，而且这些子公司也都分别控股了另外的非关联企业的10几家公司。大买卖啊，怪不得一张口就要上亿的数据。这个韦东，个人情况我们还掌握多少？哦，嚯，他的个人资料。韦东51岁，看个人资料倒是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商人，而且他的婚史跟家庭背景也都非常普通。父母健在，妻子比他小8岁，有1子1女，而且他好像本人也比较低调。怎么个低调法？说具体点。就是网上好像也查不到任何他参与的活动，也找不到他的采访，而且他也没有在区里的行政系统里担任任何兼职，连荣誉头衔都没有。而且他好像也没有参与过或者是自己办过任何的公益活动或者是慈善活动之类的。那是闷声发大财，还是踢出家挡箭牌啊？而且啊，我们刚和中金昆仑那边联系过，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快，说是律师跟会计已经在来的路上，并且明确表态愿意在配合咱们的工作基础上支付赎金，以及安抚好韦东的家属。完美啊！确实是完美。这么完美的可疑，确实是很少见啊。这韦东也过于反常的低调了。先不说这中金昆仑的反应速度和配合的态度，就光这一连串稀奇古怪的账号和赎金数额，就够值得让人怀疑的了。120160319，哎，我要把1给它抹了，2016年3月19号，我能这么理解吗？这是个新思路啊，赵儿，赶紧查一查啊！查一下，查查那天都发生什么事儿了。2016年3月19号，重庆马拉松开幕，中国民办教育及训练行业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什么玩意儿？黄历、日历、算命。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这个前缀 CF 勾 Y 会是什么意思？哎，长发及腰。说正事儿。哎，查一下，看看能出来什么。长丰家园，长丰家园，把日期打上。长丰家园开盘一波三折，销售公司各出状况，项目流标。长丰家园项目2家强劲投标单位全部被举报。2016年3月19号。
差不多，这问题就在此了吧？关队，高法医那边有结果了，叫你过去看一眼。行。哎，你接着查，看还有其他线索吗？好，走吧。看来这个思路对了。书记，我接个电话。长丰家园。已知的绑匪提出的条件是，赎金跟2辆供出逃用的车。你们查清楚这伙人绑的是谁了吗？很可能是中金昆仑的法定代表人韦东。这开枪的人可真是够狠够准啊！第一枪直接干断了左腿丧失了行动能力，这第二枪一击毙命。行，讲有用的说吧啊！从初步检查尸体情况来看，这个人的左腿有关节炎，但并不是风湿性的，应该是有可能之前在极寒的条件下工作而遗留下来的疾病。你看他的左脚脚掌还有足弓处有极厚的茧子，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多见。这是左腿长期大力蹬踹造成的。而且这个人的腰椎间盘第2节和第3节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增生以及骨刺，用手都可以摸得出来。这种情况一般是长时间坐在同一个位置造成的，但是跟日常坐在电脑面前和坐在轿车里的富贵病还不太一样。工程类的特种车辆，可以将范围缩小到吊车以及起重机。你看这个人的右手手掌，胼胝的走向，一看就是经常握那种多角度的操纵杆。而且这个人的年纪不超过30岁，头发都是黑的，但他的鼻孔里却有少量的白色鼻毛。这是长期吸入重金属粉末造成的。有可能，要不然就是这个人从出生那天起每天抽18烟，要不然就是工作环境空气污染非常严重。那就是说，这个人曾经在北方寒冷地区的金属矿场里面长期工作。指纹比对过吗？哦，这还需要点时间。我插一嘴啊，这个人如果之前没有前科，你比对再久也没有结果呀。大伤小伤一大堆，我就不相信他没前科。关队，兵队他们已经过去了。走，小王，来。大哥，从网上查询来看，中金昆仑和长丰家园没有直接的联系啊。你说是？小周电话进来了，你接还是我接？你这能操作是吧？行，那我先去演习现场，啊。不用看，我跑不了那个。大哥，我能看出你是个狠人儿。咱都是一块儿在这个社会上混的，是吧？你将来一块儿合作点大买卖啥的。不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就你到底想要啥，你给我直说呗。老弟能办到办不到，我都给你办了。你这咱俩搁这开车在金港城绕这么多圈干啥呀？打电话告诉他们，特警要准备强攻了，让他们准备一些反制手段。反制手段？
老丁，哎，来了。怎么着？这俩加油站营业厅建筑结构都一样是吧？两个平面图对比过了，都是按照统一制式设计建造的，除了这平米数稍微有点不一样之外，布局完全一样。行，给我点时间，我研究研究。那你研究研究吧，我去布置一下突击路线。行，这给你。没开业呢，没电。哦，这个是加油站负责人，有什么需要协助的，你找他。你好，那我去了啊。苍勇，师级，稍息。还有什么？这两个念念，插进去。把这个撬开。拿走，拿走，好，好，好，慢点，慢点哦，慢点，慢点。哎，师傅，这门能开吗？可以啊，进去看看。哎，好嘞。这是个隔断。啊，对。他们从营业厅的商品里拿出了一些盐、白糖、漂白粉，还有杀虫剂，都倒在了一个饼干罐里，还撬开了一个电瓶。其中一个绑匪应该是主事儿的那个，一直在打着电话，另一个拿着2根电线，在连接手机的电路板。爸，我应该是找着突破口了，咱们可以。炸弹？你等一下嘛，等一下嘛，慢点讲。您是说，他们打算做炸弹？然后用手机进行远程操控。对，后果不堪设想，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你撒款哎，过来！啊，过来！那个吕公安不知道为什么露头了，我等一下给你打过课。你想这么大？你想干嘛？我想干嘛？我想问问，到底是你们想干嘛？我们有没有备注你？你应该看见了，我们正在做这个炸弹。你们就是想让我把你们正在组装炸弹的事儿通知到外围，好阻止特警对这里进行突袭，是吧？你既然都猜到了，就应该明白，我们做事还算讲究。你们做事儿讲究不讲究我不知道，不过给你们支招的那位的确不太讲究啊。怎么讲？我知道你们不怕死，但你们也不是来找死的吧？你们这伙人持有枪支、武装、绑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人质和无辜群众的伤亡，所以你们顶多就是实打实的现行犯，称得上是罪犯，但并不是恐怖分子。
但如果土制炸弹真的炸了，那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想问问你们，会做炸弹吗？我平常照着说明书组装家具还做不到严丝合缝呢，你们就凭电话里那几句话就能做出一个炸弹？好，就算你们真做出来了，但是炸弹不响没效果，尴尬吗？这种情况还算是好的。如果炸弹还没做出来，我们就嘣的一声，被这些极不稳定的化学品全都送上天了。你说我们这死的冤不冤呀？我看你们拿出另一部手机是想做远程引爆装置是吧？这算盘打的也可以呀。等你们撤离的时候，好用这个远程引爆装置威胁公安投鼠忌器，阻止他们对你们进行围捕和追踪。可如果我要是电话那头的人，我就会想办法在收到赎金之后打通那个电话，目的就是为了让这屋子里的人全部消失，包括我们4个。小妞，那熊爷那会不会是？闭嘴！那照你的意思，就该听你这个劝走。我们刚都在太井冲进来噶。如果这不是在加油站啊，你们炸死100次，我管得着吗？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不想和你们一起死，因为我知道等特警冲进来，他们是不会管我的死活的。1年前，我曾经亲身经历过被挟持当人质，特警的狙击手在射杀人犯的时候，那子弹蹭着我头皮就过去了。所以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们所有人的命都是一样的。行，该说的我都说了，剩下你们自己琢磨去吧。等等，说，把你和他的手机交出来。万一太警真突进来，咱们不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吗？也要让我们相信你，你不也得表示一下诚意吗？拿来！你不交出手机，我们现在就接着可做炸弹。等等，行，我答应你，但我有一个条件，立刻给所有人质分发水和食物。好。都给我老实点啊！放下，放下！退后。不要搞他们紧张，万一他不小心漏了货，再把老夫崩了。这个老婆娘老在里面跟公安联络，我一直感觉跟光着屁股一样。我们怎么办？炸弹可还做呢？哎，峰哥。
你说小周能成功吗？这4个人都带出来啊！师傅，还别说啊，高军和关队分析的结果真能派上用场。王伟的身份已经确认了。被击毙这个家伙叫做孙志，南山人，29岁，曾经是沱源北郊稀土矿起重机的驾驶员。今年年初和他哥哥孙阳因为矿主欠薪离开了矿场。这个，就是那个拿着枪啊要尸体那个孙阳。他呀曾经在南山市有过一次酒后寻衅滋事的口头记录。通过调取笔录啊，我们得知，当时两方发生了互殴，而孙阳一方除了他和他弟弟之外，还有2个南山本地人也参与了。这4个可都沾亲带故啊。这个就是那个小周摁了那个傅志民，高2的时候就被学校开除了啊，一直是无业游民，跟孙氏兄弟呢属于是藤秒亲。另外一个报的名字是叫林松，是孙氏兄弟的舅舅。事后发现他用的是假身份证。徐思策，哎，就是他。殴打信访办工作人员啊，在岭东和凤城2起持枪抢劫案，嚯，这在逃的悍匪啊！哼，都沾亲带故啊！周队，弟弟，中信昆仑的律师和会计到了。走，过去看看。走。你好，来，咱们里面说吧，好吧？来。120160319，周队，这数字没错吧？没错。周队，我还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欧盟境外账户的准确性，因为这个 CFGY 的前缀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去掉这4个字母，这个账户才能成立的话，是否可以确保我们这笔钱可以准确打到绑匪指定的银行账户上？这个你放心啊。哎，金额和账户，我们都可以确认。啊。2位好像对这个有零有整的这个数字不怎么感兴趣啊。你们也不想知道是谁绑了你们的董事长吗？不管是谁，我相信公安同志们一定会把他们缉拿归案。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配合工作，交纳赎金，确保我们维族安全。当然。还有加油站在场的无辜群众的生命安全。至于这数字奇不奇怪，已经不重要了。是，你们说的也对啊，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啊，能过来配合我们。说这大半夜，说来就能来，1个多亿的赎金呢，啊，这说准备就准备好了。就你们这效率，不愧是明星企业。我没听懂周队长这话什么意思，不过不重要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是专注于解决眼前的问题吧。如果通过支付赎金的方式，可以暂时拖住他们，下面的事大家想好了？想好了。小高已经带人去和金融部门协商，看怎么样用最快的速度冻结这笔赎金，其他的都安排完了。你们说的对，眼下当务之急是首先要把人救出来，至于其他的，我们回头再说。哎，对了，2位，我有个事儿我特别好奇啊。你说你们一把手被绑了，
是谁批准你们来这儿给我们送赎金的？这个当然是公司其他高管，还有韦总的家属。韦总的家属和其他的高管。哦，那就是说，你们得到我们的消息之后，开了个圆桌会议，是吧？然后从10几公里外的办公地点，把你们俩发这儿来了，用了不到40分钟。我先接个电话。哎，这儿。周队，我已经到了长风区住建委，辖区负责人李主任正在赶过来的路上。这儿，你再联系一下工商部门，把中京昆仑地产公司所有的股东、高管、上级单位、下游的分公司、子公司，还有所有跟他有联系的企业，他们的信息全都调出来，啊，一个字一个字查。这家公司一定有问题。喂，区队。关队，有信息你可以参考一下。近些年有个家伙，经常活动在京港及其周边一带，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前科，更像是那种无利不起早、要钱不要命的职业罪犯。有具体信息吗？就知道他叫严通，经常出入在京港北郊一个叫新庄的城中村。目前只知道这么多。严通。行，知道了。交接还有10分钟，炸弹也准备好了。等等，你稍等，你听我给捋捋。我呢，之前还是自学过点法律方面的知识啊。这个持枪威胁人质呢，顶多算是危害公共安全。但是咱这大炮这要响了，咱就成恐怖分子了。我死了无所谓，关键是船是多磕碜呐！闭嘴！哎，我老关。关队啊，咱有日子没见了，什么吩咐啊？长话短说啊，我们辖区呢正在面临人质危机，忙得够呛，分不出人手。现在呢有一个线索，直指你们海港辖区，估计得请你帮个忙。嗨，你跟我客气什么？说。我们查到一个职业犯罪人，有可能是绑架团伙的中间人。他主要的活动区域呢，就是你们海港区郊北的新庄城中村。这个人的名字叫严通。严通？我们也在找这个严通啊。你说的不会是新庄59号吧？怎么回事？傍晚的时候，我们就接到新庄村委会的报案，我这不已经忙到半夜了吗？说现场啊死了2个人。姓陈，你看一下。老何推断，凶器应该是一把制式单刃尖刀。这2名死者中有严通吗？身份证我们已经核对过了，没有严通。这2个死者啊，应该是严通的小弟。但是根据这个 DNA 检测啊，现场有严通的血迹，而且村委会反映啊，严通有一辆奥迪车，但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没有发现这辆车。喂，关队，您到哪儿了？我跟师傅准备带中京昆仑的会计去跟绑匪转账，看看有没有机会实施抓捕。我这就到啊。再快点。师姐，一会儿我进去之后会见机行事的。放心，我们在外边随时配合你。忘了，记住了。进去之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开枪。你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人质。放心吧，师傅，还是那句话啊，关键时刻我挡你前头。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走。
周队，请留步。哎呀，世局，周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辛苦辛苦。陆局和冯队都为您好呢。要说关键时刻还得像您这样的老领导才有这份担当啊。哎呦，关队，辛苦辛苦辛苦，有您在这帮忙啊，市局领导心里就踏实多了。这会儿过来有啥事儿啊？小事儿。哎，你们现在是准备按照跟市局报的方案进行营救是吧？对，是不是？那行。有市局您在，有关队在，肯定没问题。那我就把周巡带回去了。啊，带周巡？啊，根据总队了解，造成目前这个状况，啊，这帮绑匪敢盘踞在嘉峪站这么危险的地方，就是因为周巡在事发之后的处置不当造成的。所以市局领导觉得他目前的状况不适合再参加行动，所以让我把他带回去，停止调查。可是现在我这儿这么关键的时候，这么关键的人物，他是行动的副指挥啊！你们是局里让你们督察这会儿来带人呢？没错，局里的命令，而且局里命令里边没有什么关键时刻，只是让我把关键问题人物带回去。市局。您是坐镇指挥过的，你应该很清楚这个程序。等一下啊！里面绑匪点名让我进去，你现在把我带走啊？你不怕他们翻脸啊？明白。市局，那你们抓紧时间行动，一定注意安全啊！关队，保重。走吧。周队，请办。周队，请。师学，时间快到了。不是，来点防弹衣。笑面虎，还跟我认识，还把周巡给带走了。郑奇，市局督察总队的副总队长。现在周巡风险解除了，还有市局坐镇，指挥肯定不成问题。但是谁和绑匪交接车辆呢？小王带着中金昆仑的会计开一辆，我单独开一辆。特警那边呢 ？A 队正在准备突袭车辆 ，B 队在演习现场。突袭车辆比突袭营业厅的风险要低，记住，千万不要刺激绑匪，明白？先挂了。我们人到了，起来！我开的，甭瞎琢磨了。我告诉你啊，你弟就是我击毙的，我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冲我来！把门打开！把手举起来！起来！等会儿，孙阳，你要干什么呀？你弟不是他杀的，你想帮了他？你咋会认得我这孙阳？刚才他都说你弟了，说明你们的身份我们一清二楚。我劝你想清楚，
你要杀警察的话，那转这些钱和这车对你们可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不想给我钱这些，我弟弟都死了，你以为我还在乎钱啊？你给我钱来！不在乎是吧？行啊，先别转了，停了停了。给我钱来！钱来！不钱来我就打你！小丁，你们得抓点紧啊！我们人已经过去了，正在跟绑匪交接车辆和赎金。现在到这个时候，这时间上就不是完全我们自己说的算了。赶紧赶紧啊！哎，高哥，啊？哎，周队呢？周队被督察总队的人带走了。哎，不是我。喂，查到什么了吗？刚刚从住建委那儿了解了一下，去年3月19号，长丰家园小区进行过一轮建筑用地的招投标。当时最有竞争力的是2家公司，一家是港资公司环都地产，一家是本地的公司，叫做豪景地产。但是蹊跷的是，在开标之前，先是豪景地产遭到举报，公司大小领导跟财务都被经侦的人带走了。之后不到1个礼拜，环都地产又涉嫌出资不实跟虚开票据，说白了就是2家公司都黄了。在2家公司退出竞标之后，剩下的小公司纷纷都弃标了。最后3月19号这轮招投标，竟然是以流标告终的。查出这伙人的上线是谁了吗？还没有。不过听关队他们说过一句，跟这伙人联系的应该是一个姓严的人。哦，对了，周队他们让技术中心彻查中金昆仑，显然是觉得这家公司有问题。如果你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早做准备吧。走。干什么呢？我上来取个灯。好，赶紧走吧。狙击3组就位了吗？3号狙击手就位。等一下。身份证出示一下。冯康，上核实一下。这大晚上的就你一人干活啊？我值夜班。警官，出什么大事了吧？我刚才看了楼下，以为是拍电影呢。没你事，少打听。没问题。哎，这手怎么回事？我前2天干活接那个绿杆，不小心给刮伤了。行，走吧。哎，继续啊。徐思策，我告诉你啊，你们几个的身份信息我们都掌握了，趁现在还没有伤害到人质，拿了钱了赶紧走。转过去了。转过去了啊，看一眼。全找过来了。
这是转账页面，不是到账页面。你真以为钱到得了账啊？啥意思啊？既然游戏还没结束，那我们就再玩一会儿。啊？哎，走。坐下。还有什么条件？说。车门打开，大润湖所有警察撤出加油站。徐斯特，目的你已经达到了。我最后再忠告你一句：但凡你有点人性的话，走的时候千万别再拿那对母女当人质，听见没有？全体人员，撤出加油站。想挣脱，却一直在承受；想自由，却盯着手沉默。一瞬间起心动念，黑白分明的眼，一半清晰，一半深渊，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愿与敬畏幻化诋毁，即刻一生无名的悲。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的是我接受，因为我爱。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就用敬畏祭奠诋毁，即刻一生无名的悲。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的是我接受，因为我爱。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的是
接受，因为我爱。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没有幻灭，闭上眼，光人飞。